人生这场大戏，上半场我们拼了命的演，但下戏的时候，你真的认得回家的路吗？诸位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来，先坐下来喝杯温茶。你是不是也觉得，咱们大半辈子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了儿女的头期款，在外头冲锋陷阵，好不容易熬到了现在这个岁数，看着健检报告上的红字，听着哪个老友突然先走一步的消息，心里会突然空空的，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慌张。我们总以为老了，退休了就安稳了，却忘了去想，当舞台灯光熄灭，卸下这身沉重的戏服后，我们到底该往哪里去？今天这杯茶，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大家都不敢碰，却又躲不掉的话题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我不仅会帮你揭开生死轮回的残酷真相，还要教给你一张佛陀为你量身打造的终极保单，让你在面对人生下半场时，再也不慌不忙，真正懂得怎么安心下戏，走得踏实自在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教给你一张专为你量身打造的终极保单，只要10分钟，让你彻底搞懂这辈子到底该带走什么，又该放下什么。很多人问我，既然人生是一场戏，那这下一场戏的剧本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？是庙里的神明吗？还是天上的玉皇大帝？还是阎罗王拿着生死簿在帮我们安排？其实都不是的。佛法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科学，却也很残酷的真相，写剧本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自己。在佛学里有一个词叫做业力，很多人听到业力就觉得是某种神秘的诅咒，或是上辈子欠下的债。其实把它翻译成白话文，业力就是我们日积月累的习惯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，我想先跟诸位分享一个佛学里非常经典的小故事。从前有一位做了一辈子衣服的老裁缝师，他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拿着针线聚精会神地对着那个小小的针眼穿针、引线、缝补。几十年下来，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他骨子里、灵魂里的本能。后来这位老裁缝寿终正寝了。当他过世之后，神识离开了身体，进入了佛法所说的中阴身阶段。什么是中阴身？就是人断了气，到下一次投胎之前的这段过渡期。中阴身的状态就像是一个人走在一场漫无边际的大雾里，没有方向，没有逻辑，心里充满了恐慌。这位老裁缝在中阴身的迷雾里飘荡，突然之间，他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。因为他生前做了一辈子的裁缝，这几十年的习惯实在太深了。他的神识一看到那个小小的光点，大脑都还没思考，直觉就以为那是一个针眼。于是他习惯性的猛然就把自己当成一条线，朝着那个光点穿了过去。结果诸位知道吗？这一穿，他就糊里糊涂地钻进了一个母胎里，再次投胎到了一户贫苦人家，重新开始了生老病死的轮回。听完这个故事，诸位是不是觉得背脊微微发凉？在生死交关的那个瞬间，牵引我们的根本不是什么人生大道理，也不是我们生前看了多少书，而是我们最微小、最不经意的日常习惯。现在，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我们真实的生活里。诸位想想看，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养成什么样的习惯？有很多长辈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，就是打开手机群组，跟着别人抱怨天气，抱怨物价。到了晚上坐在客厅，看着电视里的政论节目，跟着名嘴一起义愤填膺，痛骂哪个政治人物不要脸，哪个社会新闻太气人。又或者天天在心里盘算着大儿子的房贷还差多少，小女儿的婚姻怎么那么不顺。我们总以为看个电视生个气，
骂完就算了。但其实你在群组里抱怨的每一句话，你看着电视生气的每一个念头，都像是一只春蚕在吐丝，一天吐一点，2天吐一点，几十年下来，这些贪心、生气、执着的念头，就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我们紧紧地包裹在里面。这张网就是你下一辈子的剧本大纲。当我们这口气不来了，进入了中阴身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肉体的大脑可以思考的。你平时自认聪明，能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，在那一刻全部失效。你就像那个老裁缝一样，完全被习气给牵着走。你习惯了生气，你的神识就会被充满戾气的磁场吸引，糊里糊涂地投身到充满争斗的环境。你习惯了操心与执着，你就会被这些情执的网给牢牢网住，随便看到一个微光，以为是个避风港，一头钻进去，可能生出来就是一只守着家门的流浪狗。这绝对不是在吓唬大家，这就是凡夫众生在轮回面前做不了主的残酷真相。这场戏的下一幕，完全是由你现在每一个起心动念在彩排。诸位老朋友，刚才我们聊到了习惯是怎么牵引我们的，现在我想再往深处挖一点，聊聊比习惯更可怕的东西。佛法里称它为执念，或者是情执。为了把这个道理说透，我们来讲一个过去丛林道场里的真实公案。从前有一位修行非常精进的老和尚，这位老和尚平时持戒森严，每天诵经打坐，从不懈怠，周围的信众都非常尊敬他，以他的修行功夫，要在下一辈子投生个好人家，甚至往生善处，那绝对是绰绰有余的。但是这位老和尚有一个唯一的嗜好，他在寺庙的后院亲手开辟了一个小花园，里面种满了各种奇珍异草、名贵的花卉。老和尚每天做完早晚课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花园里除草、浇水、修剪枝叶。看着那些花朵绽放，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与欢喜。就这样过了好多年，老和尚年纪大了，终于病倒在床上，眼看着那口气就要接不上了。当时弟子们围绕在床前为他助念，希望他能心无旁骛地放下万缘。可是诸位，你们知道这位老和尚临终前脑子里在想什么吗？他没有在想佛菩萨，也没有在想他念了一辈子的经文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后院的方向，心里急得不得了。我走了以后，谁来帮那盆名贵的兰花浇水？昨晚下了场大雨，牡丹花的叶子有没有被打坏？那些小沙弥笨手笨脚的，万一把我的花给踩死了怎么办？带着这份强烈的不舍与担忧，老和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几天之后，寺庙的后院突然出现了一条身带剧毒的毒蛇。这条毒蛇盘踞在花园里，只要有小沙弥靠近花圃，它就猛烈地攻击，死死地守护着那些花草。后来一位开悟的高僧经过，对着这条毒蛇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老同参啊，你精进修行了一辈子，怎么临终一个放不下，竟然让这满园的花草把你给绑进了畜生道呢？那条毒蛇听完高僧的话，仿佛听懂了似的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不久之后便绝食而死了。诸位老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无比惋惜？一位修了一辈子的大好人，就因为临终前对一朵花、一盆草的放不下，神识就被这股强大的执念给牵引，变成了一条守着花园的毒蛇。这就是执念的可怕，它就像是一条粗重的铁链。你平时造桥铺路、念佛行善，就像是在打造一艘可以渡海的大船。可是只要你心里还有一根名为执着的铁链拴在岸边，这艘船再大再坚固，
也开不出轮回的苦海。说完老和尚的故事，让我们把眼光收回来，看看我们身边最真实的生活。我们很多长辈年轻的时候苦过来，省吃俭用，连一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，为的就是打拼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在市区买下了一栋透天厝，或是一间宽敞的公寓。那栋房子不仅仅是钢筋水泥，那里面装满了你一辈子的心血，你的安全感，还有你对这个家的爱。这份感情，我怎么会不懂呢？可是诸位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长辈，到了晚年，甚至躺在加护病房里，插着管子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他们想的不是怎么平静地跟这个世界道别，而是满脑子的焦虑，放权状的抽屉锁好了没有？我走了以后，大儿子会不会偷偷把房子卖掉？小女儿现在经济不好，万一哥哥跟她争产，她要住哪里？这份对房产的放不下，对儿女的操心，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后院花园啊。我们总以为把财产留给子孙，把房子守护好，就是尽了最大的责任。但佛法讲得很明白，当你这口气断了，进入中阴身的迷雾时，你那些挂念的房地产权状，你心疼的儿孙，没有一样能帮你抵挡业力的风暴。相反的，你对那栋房子越执着，对儿女的财产分配越焦虑，这股情执就会化作最可怕的引力。你很可能就像那个老和尚一样，神识被这栋房子给牢牢吸住，下一辈子糊里糊涂的投胎，变成这栋房子里的一只壁虎，一只老鼠，甚至是一缕离不开这栋屋子的幽魂，继续用另一种悲惨的方式守护着你以为还是你的财产。诸位，我把话说得这么直白，不是为了吓唬大家，而是真的不忍心看到我们辛苦了一辈子，最后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被自己亲手打的死结给困住。房子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儿孙自有儿孙的福报，你也替他们承担不了业力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学着慢慢把手松开，将来那口气不来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走得潇洒，走得自在呢？那么除了对财物的执着，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连善良的好人，有修行的人都容易栽跟头的陷阱呢？我们喝口茶，下一段我来跟大家聊聊轮回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4个字。诸位老朋友，刚才我们聊到了执着是如何把我们拴在轮回的岸边，现在我们喝口茶，来聊聊轮回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4个字。这4个字叫做隔阴之谜。什么是隔阴之谜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不管你这辈子修得有多好，书读得有多高，心地有多善良，只要你没有真正解脱，一旦经过了投胎转世，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上10个月，你前世所有的记忆、智慧和修为就会被洗得一干二净。你换了个身份，换了套戏服，上一场戏的台词你全忘了，但你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福报跟习气却会跟着你，而最可怕的往往就是这些你辛苦修来的福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再来听一段发人深省的佛学公案。从前，在深山里有一位清心寡欲的修行僧，他常年吃素、打坐、念经，修行非常清净，累积了极大的福报。有一天，这位僧人下山化缘，正巧遇到一位富商的车队经过，那排场实在太大了，8人大叫，前呼后拥，车上装满了金银珠宝，连随从穿的衣服都比僧人的袈裟还要华丽。这位原本清静的僧人站在路边看着看着，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丝微小的念头：哎呀，要是哪辈子我也能像他这样享受一下人间的荣华富贵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诸位，
就这么短短1秒钟的羡慕，就这么一念贪羡，命运的齿轮就转动了。几十年后，僧人圆寂了，因为他前世修行的福报太大了，他果然如愿以偿，投胎到了一户富可敌国的豪门，成了一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。可是因为隔音之谜，这位公子完全忘记了自己前世是个出家人，他只带着庞大的福报，却没有带上前世的智慧。于是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挥霍，每天大鱼大肉，沉溺于酒色财气，脾气暴躁，稍有不顺心就打骂下人，甚至为了争夺利益不择手段。短短几十年，他把前世辛辛苦苦在深山里打坐念经修来的福报，全部变成他造业的本钱。等到这位富家公子这辈子结束时，因为造下的恶业太重，直接就堕入了地狱。佛法里把这种现象叫做3世愿。第一是努力修行做善事，第二是凭借福报享受富贵，却在富贵中迷失造恶，到了第3世就直接堕落受苦。诸位老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还觉得下辈子再来做人是一件轻松浪漫的事吗？如果你没有守住清净的底线，你这辈子修来的福报，到了下辈子反而会变成推你下深渊的毒药啊！我们把镜头拉回现在，看看我们身边是不是也经常上演着一样的剧本。我们身边有很多好人，平时会去庙里做义工，帮忙切菜煮平安面，初一十五也会去庙里拜拜，跟着大家一起吃素念佛，脾气看起来也很好。他们就像那位在深山里修行的僧人一样，累积了很多善根与福报。但是只要外头的诱惑一来，考验就开始了。比如最近股票市场大涨，原本在庙里心如止水的老好人，听说邻居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好几百万，听说亲戚家的孩子靠着投资买了名车，心里那个羡慕跟贪念瞬间就被勾了起来。于是他们把定存解约，把退休金拿出来，一头栽进了股市里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早上9点1到，眼睛就死死盯着手机荧幕上的红绿数字。股票涨了就高兴地吃大餐，股票跌了就在家里怨天尤人，甚至连伴侣端杯水过来都要挨骂。或者是逢年过节，亲戚聚在一起，原本大家开开心心，结果有人开始炫耀自己的孩子考上好学校，在大公司上班，这心里的攀比心一发作，回到家就开始对自己的孩子酸言酸语。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。诸位，那个在股票机前面暴跳如雷的你，那个在亲戚面前暗自嫉妒的你，跟你平时在佛堂里双手合十念着阿弥陀佛的你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？我们每天都在世俗的贪念里打滚，任由自己的情绪被金钱、面子、比较心给绑架。如果我们连这辈子现在这一刻的心都做不了主，你怎么敢保证，当你喝下孟婆汤，经过了隔音之谜，下辈子如果真的让你投身在富贵人家，你不会像那个富家公子一样迷失在酒肉财气里，造下无边的罪业。这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最悲哀的地方，我们没有证悟，没有彻底断除烦恼，我们的修行就像是空中楼阁，随时都会被一阵名利的狂风给吹垮。难道我们这场大戏就只能这样在轮回里胆战心惊地演下去，永远没有一个可以安心的归宿吗？其实佛陀无比慈悲，他早就看到了我们这些凡夫的困境，所以特别为我们留下了一条破局的解药。这条解药不需要你有多高的才华，也不需要你花大钱，只需要你点点头，答应一件事。下一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份为我们量身打造的终极保单。诸位老朋友，
刚才我们聊到了轮回的危险，聊到了隔音之谜。听到这里，您的心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沉重？觉得人生这条路好像怎么走都充满了陷阱？请大家先喝口热茶，把心安下来。佛陀大慈大悲，非早就看到了我们凡夫俗子的定力不够，知道我们在这茫茫业力的海里，靠自己一定会游到没力气，走岔路。所以佛陀早就替我们准备好了一张最强大的终极保单，这张保单就是净土法门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印光大师，他曾经开示过一句话，很多人一开始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印光大师说，往生极乐世界比下辈子继续做人还要容易。很多长辈听到这句话，心里一定会犯嘀咕，怎么可能？极乐世界那是佛菩萨住的地方耶，门槛一定很高啊，做人不是很简单吗？你看医院里每天都有那么多婴儿出生，下辈子再做人哪有什么难的？诸位，这就是我们凡夫最大的误解。那些医院里出生的婴儿是他们过去生修来的福报，但并不代表你下辈子也能像他们一样顺利拿到人的剧本。佛法里讲得清清楚楚，下辈子要能保住这个人生，你这辈子必须要严格守好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而且不是偶尔守一下，是要起心动念都不能违背。我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先别说其他的，光是一个不妄语，我们做到了吗？什么叫妄语？说谎骗人是妄语，但在群组里转发那些未经证实的八卦消息，算不算妄语？逢年过节为了面子跟亲戚吹嘘自己孩子赚多少钱，算不算妄语？遇到讨厌的邻居，跟别人在背后添油加醋地说他坏话，这算不算妄语？如果我们连日常的一张嘴都管不住，每天都在造口业，这本账算下来，你觉得我们下辈子想再拿到人这个角色的入场券难不难？简直是难如登天啊！古人说一失人生，万劫不复，这句话绝对不是用来吓唬人的，这是宇宙间最铁面无私的定律。那么既然做人这么难，为什么去极乐世界反而容易呢？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假设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掉进了名为生死轮回的茫茫大海里，你如果想靠自己下辈子继续做人，就像是你想凭着自己的双手双脚游过这片充满狂风暴雨的大洋，海浪那么大，诱惑那么多，你只要一个抽筋，也就是临终前起了一个贪念，或是因为身体痛而生气了，你就立刻沉下去了，被业力卷入海底。但是往生净土不一样，阿弥陀佛就像是开着一艘无比巨大的超级游轮，直接来到了你的面前。这艘船叫做愿力，阿弥陀佛在无量劫前就发下大愿，只要你愿意来，非就来接你。非抛下一根救生索，对你说，孩子，别游了，太危险了，上船吧。这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单命游，你也不需要练出多高深的游泳技术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，紧紧抓住那根救生索，大声说，我愿意上船。这句我愿意，就是佛法里说的信与愿。只要你有这份深信不疑的心，你平时念的那句阿弥陀佛，就是你为自己预购的登船车票。你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横渡大海，你是靠着佛菩萨的力量，把你安安稳稳地载到彼岸去。这就叫做带业往生。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常提醒我们，这个时代太喧嚣了，外头的诱惑太多了，靠我们自己修行，真的很难做到心不随境转。诸位老朋友，极乐世界绝对不是让我们去享乐，去逃避现实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最高级的留学进修班，在那里
没有人会跟你争夺房产，没有股市大跌会让你心惊肉跳，也没有身体的衰老与病痛会折磨你。在那里，鸟儿唱歌，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都在教你如何放下执着，如何开启智慧。最重要的是，净土法门给你最大的保证，叫做不退转。你去了那里，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像苏东坡或秦桧那样，喝了孟婆汤就忘记一切，重新堕落。你会在那里安安心心的修行，只有不断的向上提升，直到有一天，你也具备了像佛菩萨一样的智慧与能力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这苦海里，乘愿再来，去救度你那些还在轮回中受苦的亲人与挚爱。这才是我们面对生死最聪明、最保险也最慈悲的选择。知道了这个终极保单之后，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该怎么过呢？难道就什么都不管，每天只坐在家里等着上传吗？当然不是。下一段，我准备了3个您今天看完影片，立刻就能做的日常微小修行。我们一起把佛法落实到柴米油盐里。诸位老朋友，我们刚才说了，极乐世界是我们最终的归宿，是一张保单。但是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绝。既然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，还穿着这身戏服，我们就不能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佛菩萨，然后自己每天继续在生活里生气、抱怨、造业。我们既然买好了回家的车票，现在就该开始好好打包行李，把那些带不走的恩怨情仇一件一件的丢掉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日常微修行，不用花半毛钱，也不需要你盘腿打坐好几个小时，只要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立刻就能跟着做。第一个微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清零诸位，你知道吗？在佛法看来，我们每天晚上的入睡，其实就是一场小型的死亡的预演。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睡着，将来你就有可能带着什么样的念头离开这个世界。很多长辈习惯在睡前想东想西。今天早上在菜市场，那个卖菜的少找了我10块钱。下午媳妇跟我讲话脸色难看，越想越气。你带着这些怨气睡觉，你的磁场怎么会好呢？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做个练习。当你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，今天这场戏演完了，我要下戏了。不管今天遇到了谁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都在心里对他们说一句，我原谅你了，我也放过我自己了。把心里的那个杯子倒空，带着平静和一句佛号入睡。你每天晚上练习放下，将来那口气不来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放得下。第二个微行动，少管闲事的慈悲。我们这里的长辈啊，真的是全天下最操心的一群人。孩子没结婚操心，结了婚操心，生了孙子更操心。我们总以为这叫爱，但在佛法里，这就是把你绑在轮回里最粗的那根铁链。情执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学会一种最高级的慈悲，叫做少管闲事。当你看到儿子下班一直滑手机，看到女儿花钱买了很贵的包包，那个想要唠叨的念头冲到嘴边的时候，请你稍微停一下，把嘴巴闭上，在心里默默地把唠叨换成祝福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们有你们的福报跟业力，我祝福你们平安就好。然后转过身去，泡杯茶，听听音乐，或者去公园散散步，把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。你不去干涉他们的剧本，你自己的心也就跟着解脱了。第3个微行动，一句佛号的定心丸。我们都是凡夫，
每天面对柴米油盐，面对电视机里纷纷扰扰的新闻，甚至面对股票的涨跌，情绪难免会像云霄飞车一样起起伏伏。业力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在你发脾气、口出恶言的那一瞬间结下来的。所以，我们要在口袋里随时准备一颗定心丸，那就是一句佛号。不管是阿弥陀佛还是观世音菩萨，只要你习惯念哪一尊佛菩萨都可以。下次，当你看到某个新闻气得想骂人，或者跟伴侣吵架，那个火气已经冲到胸口的时候，马上在心里踩刹车，深呼吸，在心里默念3句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3句佛号就像是一把智慧的剪刀，能瞬间剪断你当下正在吐的业力之丝。只要你不在生气的当下做出反应，那个恶缘就结不成了。你用一句佛号来代替你的情绪，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修行功夫。这3个微小的行动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只要你愿意每天练习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眉头不再那么长皱了，你的心跳不再那么容易快了，你看周围的人也越来越顺眼了。到了这里，我们这杯茶也快喝完了。接下来的最后一段，我想跟诸位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为我们今天的聚会做一个圆满的收尾。诸位老朋友，今天这杯茶喝到这里，这场关于人生、关于生死的漫长对话也来到了尾声。听完今天这些佛法的真相，有些长辈心里或许会有一点波动，甚至觉得生死这门功课太沉重了。但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佛陀告诉我们生死无常，告诉我们轮回的可怕，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对生活感到悲观，更不是要我们每天愁眉苦脸地等着那一天到来。恰恰相反，真正看透了生死的底牌，我们才能把现在的每一天活得比谁都从容，比谁都漂亮。前半辈子，我们为了生活奔波，为了儿女操劳，这出戏我们演得尽心尽力，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您辛苦了，请在心里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。但现在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下一幕的剧本该怎么写，知道了有一班开往极乐世界的温暖大船在等着我们，我们就不必再慌张了。剩下的日子里，把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重担慢慢放下来，把那些无谓的恩怨情仇看淡一点。我们把手松开，不是为了失去，而是为了腾出双手，去接住那张真正能带我们回家的车票。人生这场大戏，终究会有落幕的一天，但我们的灵魂永远不会散场。只要我们心里有光，有佛菩萨的慈悲做依靠，当舞台灯光熄灭的那一刻，就不会是恐惧的黑夜，而是迎向无量光明的早晨。相聚是缘。今天我们能透过这个荧幕坐在一起喝茶，听闻佛法，这本身就是我们过去生中结下的深厚善缘。我常说，言语是有力量的，心念是会产生磁场的。在影片结束之前，我想邀请荧幕前的您和我们一起做一件美好的事，请您在下方的留言区为自己、为家人，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是一句简单的祈福。您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放下执着，也可以写下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或者哪怕只是一句最简单、最纯粹的南无阿弥陀佛。当我们几千人、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充满善意与慈悲的文字时，这个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正气与善念。这股磁场不仅能为您自己种下殊胜的福田，化解累世的冤结，也能为每一个点进来看到这些文字的有缘人点亮心里的那一盏明灯。我们的一句善语或许就能成为别人困境中的一块浮木。别忘了为自己的灵魂预购那张回家的车票。
每天练习放下，每天存一点慈悲的资粮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杯茶，这番话，让您的心多了一份平静与笃定，欢迎您订阅这个频道，并将这份善缘分享给身边在乎的亲朋好友。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间，能有一个一起喝茶、一起修心、一起找回归途的温暖角落。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愿这杯温润的好茶能暖热您的心，也愿这份智慧能伴您走过往后的岁月。